易经作为中华文化的群经之始，一方面从哲学的角度指导着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，另一方面，易经的占卜功能始终神神秘秘、隐隐约约。那么，易经的占卜到底有多大的精准性？孔子又是如何评价易经的占卜功能的呢？我们怎样才能卜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卦呢？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领悟易经的智慧。敬请关注破解占卦。易经的占卜功能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神神秘秘、隐隐约约。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某人说自己会卜卦，那么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觉得这个人顿时神秘起来。那么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，因为喜欢易经而围编三诀，却忠告世人不占而已矣。既然占卜是易经的功能之一，孔子又为什么劝我们不占呢？孔子他说不要占卜，这有三个含义。一个是说，孔子自己是会占卜的，而且常常占卜。如果以孔子的个性，他不会的事情，他不会去反对的。但是他会了，他也常占卜，他还告诉人家不要占卜，是在告诉我们，不可以完全相信占卜的结果，不可以。因为一件事情，你请人家占，他赚的时候那个动机老想，哎，你这行最要不要成功，最要不要成功，会不会影响到？一定会影响到。甚至他作假，明明是那个他报价，明明是阳，他跟你讲阴。因为熟悉的人，他从第一爻就知道最后一爻，这当中的变化有多少，他都知道。再加上，如果他背后有人给他钱，收买他，操控他，那你不是更受害了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卜出来大凶，卜出来不利，你要不要做？你说我不管这么事情要做，那你卜干什么呢？你既然决定要做，你就不要卜。所以我们卜了以后做参考，我该做的我还是要做，但是我会从这当中找到我应该采取哪种迂回，采取哪种趋吉避凶，把损害减到最小的那种方式去做，这是占卜的意义。第三个，占卜为什么老被人家当作迷信？就是他就少数人会，多数人一看都觉得这是很玄妙啊，这样不懂啊。而占卜的人，他又只能告诉你结果，他无法告诉你道理。为什么这样？不知道。卦说这样，这个就是这样，这叫铁口直断了，那就糟糕。你就从里面听不出你要怎么应变的那种方式，听不出来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没有违反孔子的主张，并没有鼓励说样样要去占卜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们只是说你自己占，你自己解卦，然后你每占一次，你了解一个卦，每占一个字会有不同的卦出现。透过占卜来理顺自己的思路，透过占卜来多多的认识这些卦的道理。因为所有事情在中国社会4个字讲完了，合理就好。你只要合理，你就去做。原来孔子会占卜，并且常常占卜。他说不占而已矣的目的是让我们不要完全相信占卜的结果。那么我们占卜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我倒请问各位，我们卜卦是干什么的？卜卦是找到我现在的定位。
易经它把360度的空间，把它分成64个不同的情境。8864卦，它正好分布在360度的空间里面。我现在跟人家打官司，那我就去翻易经嘛。易经有一个讼卦，我一看就知道啊，我现在真的处于这种状况，我要怎么用这种智慧来化解当前的困境，这样就对了。每一个人都要有方法来了解自己，因为了解别人很容易，了解自己很难的。知人已经够难了，知己那是加倍的不容易。我们看别人的时候都是旁观者清，清清楚楚啊，你这样讲得头头是道。可是自己的事情呢，经常是迷迷糊糊。我们叫做什么？当局者迷。当局者为什么会迷呢？因为你真的看不清楚自己。那为什么你看不清楚自己呢？因为眼睛是向外长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很聪明，把自己的处境，把它悬挂起来，放在前面，当做一面镜子，这样就叫做卦嘛。把自己的状况，把自己的处境，把自己现在的一切，用卦把它悬挂在你的眼前，你就变成旁观者清，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因应，该怎么样去处理。那对每个人都是很有利的。原来占卜就是把自己所处的情景悬挂起来，放在面前，当做一面镜子。看镜子里的自己，就像看别人的事一样，可以做到旁观者清。但是易经总共只有64个卦，不同的人占卜肯定会得到不同的结果。这种结果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人，怎么会有精确性呢？算卦准不准？一件事情10个人来算，算出不同的卦，就表示每一个算卦的人，他用的工具是一样，他所查的书是同一本易经，里面的字是完全相同，但是占出来卦就是不同。每一个人运气好运气坏，其实都靠你自己的品性。你的品性好，各位常听到一句话叫做邪不敌正，邪不胜正。只要你心正，那个邪他侵不了你的，他入侵不了你的。这个就叫做正气，浩然之气，都从这里来了，不然从哪里来？你看一个人要去打仗，还没有打就先想糟糕了，我这次去可能活不了了，那大部分都是死的，因为你根本那个气就不壮嘛，看到敌人就怕嘛，然后就想逃嘛，那你还打什么？一定是浩然之气，太多的案例了。同样一个医生，同样一副药，这个人吃好了，那个人吃坏了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讲，先生才，先生就是指医生的，先生的才干是很重要的，但是病人福，病人有没有那个福气更重要。同样的先生，要不要好事，病人在决定，不是先生在决定。当然，你找到坏先生那是糟糕了，自己找麻烦了。你找到好医生，你要告诉自己，我大概做了些什么坏事，我调整一下，这个药吃的才有用。这个跟迷信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道德是最高的信仰，不是随便说说的。我们今天就是太忽略了这一块，老注是客观的东西，其实主客观它是互动的，它是互动的。所以，我们易经它提供我们一个很好的资讯，叫做建立你自己的品德。原来
占卜还和每个人的品德修养有很大的关系，怪不得面对同一件事，不同的人占卜就会有不同的结果。那么神秘的占卜究竟有哪些基本的概念呢？我们现在从西方学了很多东西回来，其中有一样叫做游戏啊，动不动就说我们来玩个什么游戏。实际上啊，占卦也是一种游戏。这个游戏的名称就叫做由1、2、3、4推出6、7、8、9，听起来也蛮有趣的，做起来那就更简单了。我们先假设一个铜板，它有2个面，实际上这是事实的。我们假设一面为正面，一面为反面，随便你假设哪一面是正面，哪一面是反面都可以，就是一阴一阳。一个铜板1，正反2面2，你看1、2出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用3个铜板，你看3就出来了。一个铜板是1，有2面是2，现在一起同时用3个铜板就得到3。这3个铜板你把它同时转动起来，你转动起来以后，如果是正面的就是3，如果是反面的就是2。那各位想想看，这3个铜板它加起来的总数是多少？一共只有4种变化，可见4又出来了。3个都是正面的，就是3加3加3等于9。2个是正面，一个是反面的，就是3加3加2等于8。一个是正面的，2个是反面的，就是3加2加2等于7。3个一看，通通是反面的，就是2加2加2等于6。你看6、7、8、9就出来了。我们是透过1、2、3、4来推出6、7、8、9。有一个铜板1，每个铜板有2面2，3个铜板一起转3，然后就转出4种结果。那4种不同结果是什么数呢？就是6、7、8、9。那我们呢，就把6叫做老阴，把7叫做少阳，把8叫做少阴，把9叫做老阳。在易经里面呢，它阴阳也有老少的分别，就是这个阳，它由少阳慢慢长大，到了老阳，它才能变阴，因为阳要急才能变阴。那刚出来的阴叫做少阴，少阴在成熟以后变老阴，老阴再一变，它就变少阳。阴极成阳，阳极生阴，阴阳是会变化的。这个你从一天的过程可以看得出来。你看早上太阳刚出来的，我们叫它初阳，初阳其实就是少阳。到了中午，那个太阳真的很烈，就叫老阳。到了下午黄昏，它就慢慢减弱了，地下也慢慢凉快起来，那就叫少阴。到了半夜要盖被子，又很冷了，那就叫做老阴。天亮又到少阳，中午老阳，黄昏少阴，半夜老阴，这是一个循环。那我们现在用数字来代表，半夜是什么？6，半夜就是6。清晨呢是7，
中午呢是9，黄昏呢是8。你会发现它不是按照6、7、8、9，而是按照6、7，可是呢下面是9跟8。因为白天它毕竟是阳啊，7跟9是阳。阳呢，从少阳到老阳是从7到9，而阴呢，很奇怪哦，它是从8到6。因为阴它是收缩的，8比6要宽松，从8慢慢缩到6，从7慢慢放大到9，所以我们通俗讲一句话，叫做7上8下，就从这里来的。为什么6跟9来代表阴跟阳，而我们不说7跟8呢？这什么道理？这个在易经里面其实也是很清楚的。阳9，阴6，是易经很固定的一个代号。凡是出现阳爻的，我们都称它为9；凡是出现阴爻的，我们都叫它为6。因为你去看坤卦怎么画，我们讲八卦，里面有一个坤卦，就是3条断掉的纵断的线，3条，每一条断成2段，一共加起来就是6段。所以1、2、3、4、5、6一算，6，这是一种说法。你把基本卦里面那个地、那个坤，就是代表阴，3爻都是阴，你把它加总数加起来6，所以阴用6来代表。那大家会问呢，那3条线加起来是6，没错。那阳也是3条啊，3条才叫阳啊。那阳应该用3呢，怎么用9呢？我们都知道，阳统阴。你说到天的时候，你绝不能忘记地，因为只有天没有地，这个天是没有作用的。所以阳不能离开阴。因此呢，阳3画，下面再加上一个阴，看不见的6画，3加6就是9，阳统阴，所以叫做9。另外一种说法，你看我们人的手指头伸出来一共有5个，1、2、3、4、5，很清楚。那超过5怎么办呢？超过5只要把另外一个手指头来凑数吧，6、7、8、9、10。所以这个叫做申数，这个叫做乘数，就是凑合起来乘了6这个数，乘了7这个数，所以这个叫乘数。1、2、3、4、5，在以前人的写法是分不太开的，因为以前的1就画一条1，2就画2条1，3就3条1，4就4条1，那只有5啊，稍微有点变化。这样一来啊，你要分1、2、3、4、5很难分，所以我们就用这边6、7、8、9来分。那6、7、8、9 4个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6跟8是偶数，偶数就是阴；7跟9是奇数，奇数就是阳。6跟8大哪个大？如果从阴的特性来讲，阴是收缩的，阳是扩张的。阴是收缩的，阴8比6小，6比8大；阳7比9小，9比7大，是因为它们的性能不一样。各位从现在开始一定要了解，易经它是看此时此地这种性质，它应该有什么表现，而不是说大家一个样
啊，凡是扩张的就是好，凡是收缩的不好，不是那个样子。你该收缩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收缩；该扩张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扩张，才叫做适合，才叫做适宜，才叫做应变的宜。树它是随时空而变化，它是不一定的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树是活的？现在我们把它变成数学，就变死了。所以数学家曾经是雄心万丈，想要用几个简单的公式就可以把世界上一切都拉进去，做不到。做不到就因为它是太僵化了，它没有弹性。而宇宙所有的事情它是有弹性的。你看树有没有哪两棵完全一样的？没有。狗有没有哪两只狗完全一样的？没有，找不到。它只能很近似，只能差不多，只能大致如此，要100%一样，不可能。少阳、少阴、老阳、老阴，这些平时极其生疏神秘的词汇，在曾仕强教授的讲述中，竟是如此的简单明了。仅仅用了6、7、8、94个数字，就清晰地代表了。那么每一个卦究竟由几个6、7、8、9构成呢？我们对这些6、7、8、9的称谓，又反映了《易经》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哪些影响呢？我们用时、位，时就是时间，位就是空间，还有性质，就是这个阴跟阳的不同的性质。这3样东西来代表每一个爻。所以大家可以随便拿一个卦来，你比如说太卦，太卦的标法就是初九，因为它第一爻是阳，然后92第2爻也是阳，93第3爻还是阳，由下而上，这样就成为一个下卦。然后接下来就是上卦，先说下卦，然后才来说上卦，由下而上，这是易经不变的一个规律。再往上看，你就可以看到它是64，因为它是阴爻；65还是阴爻；36又是个阴爻。当然，我们读易经一翻开来就是乾坤2卦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把乾卦也标示一下，把坤卦也标示一下。你了解这个以后，你要进入易经就非常容易。你看乾卦，它一定从初九开始，初九、92、93、94、95、39，因为它从底下往上每一爻都是阳爻，都是奇数，都是连续的、不中断的一条直线。初九，初代表时，9代表阳爻；92、9代表阳爻，2代表它的次序、它的位置、它所占的空间。那大家一定会问呢，为什么初九就把初摆在前面？为什么不叫九初呢？那92又把9摆在前面，为什么不叫29呢？我想这个各位是很容易了解的。任何事情刚开始的时候，时比较重要，空间比较不重要。所以你看，一个小孩生下来的话，我们二话不说，赶快记他是几点几分出生的，那个生辰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一个人死的，有没有人说赶快记下来，几点几分死的？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太没有感情了吧。这时候你管他几点几分，死的一个人比较重要的，几点几分算什么？为什么生的时候我们很重视时，
为什么死的时候我们不重视死？因为死的时候我们比较重视这个人这一辈子的成就是什么，他的地位是什么。哎，死了一个好人，哎，这个坏人终于死了，这才是我们的感觉。至于他什么时候几点几分死的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一个商店要开张也是一样，开张要算日子，要选好日子，要放鞭炮，要图个吉利。那公司倒闭要不要这样？公司倒闭也请人算一个日子，那不是神经病吗？你从这些可以知道，我们受易经的影响实在是太大，因为它非常有道理了。任何事情刚开始的时候，死很重要。你占有多大的空间无所谓，你只要有立锥之地，你慢慢的去扩展，你才是很稳当的经营。这个将来我们讲到尊卦的时候，第3卦的时候，我们会讲得非常清楚。7和9代表阳，6和8代表阴。易经的每个卦由6个不同性质的爻组成，这些易经的基本概念我们都已经了解了。那么怎样才能补到相应的卦呢？我们现在拿3个铜板，我们每转一次可以得到一个数字，不是6就是7就是8就是9。这一次转出来的数字就得到一个爻，这个爻可能是阴也可能是阳，讲得非常清楚嘛。如果是6或者8，那就是阴；如果是7或者9，那就是阳。然后我们由下而上把它记载下来。我们现在打一个比喻，说我转了6次，它的数字从第1次到第6次是什么？是9798886，可以吧？当然可以了。那我们就9画一个阳爻，7画一个阳爻，9再画一个阳爻，然后8画一个阴爻，8再画一个阴爻，最后6还画一个阴爻。各位一看，这就是易经的第11卦，叫做太卦。这卦就出来了。你转个6次，每次一爻，积爻成卦，由下而上，把6个爻把它看成一个整体，就叫卦。那个卦你到易经里面去查，有这个象，它有编号，就是按照次序。第11卦就是太卦。那如果我3个铜板转出来的结果是866977，这也有可能的，因为每次卜出来的，每次转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的。那你就开始去画8、6、6，三个都是阴爻；9、7、7，三个都是阳爻。跟刚才那个卦刚好上下是颠倒过来的，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。这个卦是易经的12卦，叫做否。这样你随时可以卜出一个卦来。我们有了这些基础以后，我们就开始要来一卦一卦的分析，它到底在讲什么道理。一般人都认为说乾卦是易经的第1卦，其实我们比较喜欢把乾卦跟坤卦合在一起看，因为天不能离开地，地不能离开天，那你总有一个次序嘛，你不能然后分乾坤，那看的人更糊涂。所以把乾摆在第1卦，把坤摆在第2卦，并没有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的意思，没有，都重要。所以我们下一个单元要从乾坤并列开始，有天有地，然后人才会活得好。